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我的山与海谭松韵炸裂哭戏背后，一场痛感演技如何引爆央八收视破3？那个镜头喊卡后，整个剧组沉默了将近半分钟。不是导演的要求，也不是剧本的安排，而是当谭松韵演完《我的山与海》中那场母亲离世的重场戏后，蜷缩在地上长时间无法停止颤抖，呼吸抽搐的模样让镜头后的工作人员全都不知所措。有人后来回忆说，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那一刻他分不清是对角色的融入，还是对真实伤痛的回应。那种将痛这种东西彻底碎开揉进每个毛孔里的状态，连导演喊卡后都不忍再补一刀。恰恰是这样的表演瞬间，成了2026年3月7日开播的《我的山与海》最具传播力的记忆点之一。这部由谭松韵领衔主演的30集年代女性励志大剧，在央视8套播出后创下了令人啧舌的收视奇迹。开播仅17分钟，酷云实时收视率就从1.1%直线攀升至2.0%。30分钟内突破2.5%，第2集峰值达到。2集播完，平均收视率稳稳站在，毫无悬念地拿下了全国同时段收视冠军。甚至随着剧情推进，收视率一路逆袭，最高峰值冲破了3.05%，成了央八2026年第一部收视破3的剧集。而在收视数据的狂飙背后，是谭松韵那张看似圆润讨喜的脸，与剧中方婉之眼睛里的倔强形成的奇异反差。这种反差，连同她频繁登上热搜的炸裂哭戏，共同构成了一个核心谜题：一场哭戏究竟如何成为撬动整部剧集影响力的支点？显微镜下的演技爆发，不止于眼泪的表达革命。要理解谭松韵在《我的山与海》中的表演为何能引发如此巨大的关注，必须深入剖析她在剧中贡献的2类截然不同的情绪表达。第一类被网友称为生理性痛哭的场景，发生在养母病床前，这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演哭范畴。谭松韵在这里展现出的是一种接近失控的边缘状态。他的呼吸不是均匀的抽泣，而是短促而剧烈的抽搐，肌肉呈现出不自主的紧绷和颤抖，整个人仿佛被瞬间抽空了所有支撑，从灵魂到肉体都在同步崩塌。有专业剧评人截取了多场哭戏进行对比后指出，这种表演之所以能够触动观众，恰恰在于它突破了表演的安全区，演员不再是在展现悲痛，而是让悲痛接管了自己。更为精妙的是第2类表演，在与王劲松饰演的养父的多场对手戏中，谭松韵选择了完全相反的表达路径。在一场备受关注的父女对峙戏中，王劲松饰演的孟思远藏着万般隐忍，丧妻之痛蚀骨，又守着养女身世的秘密。台词从心疼到期许，情绪层层递进。面对这样强大的情绪压力，谭松韵没有选择硬碰硬的情绪爆发，而是用闪烁的眼神、微颤的嘴角和僵直的身体，演绎出愧疚、怯懦与渴望并存的复杂心理。那句"你失去了母亲，我失去了爱人，我们的悲伤是一样的"，道尽中年人的无奈。2人对峙时的那个对视，藏着委屈、隐忍、心疼与难以言说的苦衷，没有夸张的情绪爆发，却把成年人世界里想说却不能说的拉扯、爱到深处的痛感演透了。有观众在社交媒体上感慨，那个对视一眼就看哭了。这种无声胜有声的表演张力，恰恰是谭松韵在这部剧中最重要的突破。她让情绪不再是外放的嚎啕，而是内收的震颤，每一次克制都是心结的震动，每一次沉默都是情感的蓄力。当方婉之遇见谭松韵，角色与演员的双向奔赴。如果说表演技巧是骨架，
那么演员与角色的灵魂共鸣才是真正赋予表演生命力的血肉。我的山与海中，谭松韵与方婉之之间的相遇，完成了一场堪称完美的双向奔赴。方婉之这个角色来自梁晓声原著小说《我和我的命》中的三命论哲学框架。第一是父母给的天命，即与生俱来的身世与归属；第二是经历的使命，即个人通过奋斗创造的命运；第三是文化给的自修命，即通过自我修养达到的精神境界。方婉之的开局，表面看是拿了好天命剧本县长爸爸和校长妈妈家的独生女，衣食无忧，前途光明。结果20岁那年，养母去世，留下一封信，她的身世被揭开，其实她是一个被收养的弃婴。而谭松韵在处理这一阶段的方婉之时，没有选择外放的崩溃，而是用一种茫然演出了角色内心的塌方。特别是听到亲生父亲说这就是一种改不掉的命的时候，流露出的眼神，这是一种从根基处被否定的茫然，有对过去20年自我认知的怀疑。这种细腻的处理之所以能够成立，背后是演员个人生命体验与角色内核的高度重合。知情人士透露，剧中养母病逝，方婉之跪在病床前痛哭的那场戏，对于谭松韵来说情感尤为复杂，外人无法知道她的内心世界。但或许正是这一场戏，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她现实中未能与母亲道别的遗憾。演员与角色的生命轨迹在这一刻产生了奇妙的交织，一个是大山女孩孤身闯深圳的艰辛、坚韧与对亲情纽带的深刻眷恋，另一个是经历过母亲早逝，多年来在演艺圈独立打拼的成长路径。这种重合为表演注入了无可替代的真诚与厚度，使得情感爆发拥有坚实的心理依据和动人的说服力。从观众缘到收视率的转化之谜，在影视行业，观众缘常常被看作是一种玄学，但我的山与海的市场表现却为这个概念提供了实证。数据显示，这部剧在央视8套播出后峰值最高达，优酷视频站内热度峰值达8502，大结局库云均值，全端播放量超9.41亿，集均3100万。这样稳定的收视表现，证明了该剧拥有牢固的观众基本盘。而将观众缘转化为收视动力的关键，恰恰在于谭松韵此次极具突破性和共情力的表演，触发了观众强烈的情感投入。社交媒体上，心疼方婉之、谭松韵演技封神等话题持续发酵，支持者盛赞她撕掉甜妹标签，演技封神，认为她完美撑起了这个大女主角色，实现了转型成功。有剧评人分析指出，谭松韵固有的亲切、坚韧的公众形象，通过这次表演转化为观众强烈的追剧动力。她不煽情却让人共情的能力，让全年龄段观众都愿意为这份痛感买单。从最好的我们里的耿耿到我的山与海中的方婉之，她攒下的是观众的信任。这种信任在关键时刻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收视数据。争议与探讨，演技炸裂背后的不同声音。任何引发广泛关注的作品，必然伴随着争议。我的山与海和谭松韵的表演也不例外。开播仅4天，微博相关话题阅读量破了8亿，谭松韵演技塌房直接冲上热搜。批评的声音主要集中在表情和情绪的呈现方式上。许多观众指出，谭松韵在处理角色方婉之的情绪时，存在明显的模式化套路。遇到悲伤或激动情节就咬住下嘴唇，瞪圆眼睛，眉头紧锁。有观众刻薄但形象的比喻，他的哭不是情绪到了，是动作到了，像在完成一套规定好的哭泣体操。更强烈的质疑来自于与老戏骨王劲松的对手戏，在王劲松饰演的养父孟思远情绪层层递进，从心疼到期许的表演面前，
镜头切到谭松韵时，她只是维持着皱眉、咬唇的表情，眼神被批评显得有些空洞和游离。观众普遍认为，王劲松的表演是教科书级别的，每一个眼神、每一次停顿都充满了戏，而谭松韵的表现被指完全接不住。这种表演上的落差，让原本应该张力十足的情感交锋变得平淡，也放大了观众对他演技的质疑。有批评者甚至总结出了3板斧：情绪激动就皱眉瞪眼，伤心难过就咬住下嘴唇，眼眶发红。然而，争议本身恰恰证明了表演的价值。在快餐化内容环境中，这种基于真实体验、精雕细琢的笨功夫表演所带来的震撼与回响，正是其赢得市场的核心价值。当观众为他到底演得好不好而激烈辩论时，这部剧和这个角色已经成功地进入了公众讨论的中心场域。情感的回响，你的破防时刻在哪里？回望《我的山与海》的播出历程，谭松韵通过极致的个人投入与精湛的技艺，完成了与角色方婉之的共生。他让方婉之成为时代切片，工厂维权时那句特区不养闲人的傲骨，创业失败后舔舐伤口的沉默，映射了改革开放浪潮中普通人的跋涉。当观众为他的遭遇揪心，实则是看见父辈的来路。从超市的偶遇到舞台中央的自信亮相，从甜妹标签到年代巨大女主，谭松韵把自己从生活烟火气里淬炼出的坚韧、温和地铺在了一条通往更远方的路上。她在《我的山与海》里贡献的表演，不只是技术的展示，更是生命经验的投射。那种把天命踩成台阶的倔强，那种用伤痕修砌底气的成长，最终凝成了让观众无法忘怀的荧幕时刻。谭松韵在《我的山与海》里，哪一场戏最让你破防？是克制下的崩溃，还是野草般的坚韧？